他没发现台湾的地位进一步棋子化，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及时应对其变化。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当今的世界格局，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大势，而俄乌冲突又让美国获得了拉拢欧洲国家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和日本配合起来，在北约峰会、G7峰会上不断地强调所谓的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其潜台词可不是什么关心台湾地区的安全，而是为了对抗中国，阻止两岸的统一。北约峰会这次把中国列为了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把俄罗斯列为欧洲的整体威胁。那么按理说，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还不是敌人，而是缺乏信任的伙伴。既然北约要与中国系统性竞争了，那么台湾的地位会因此而变得更安全吗？最近台湾联合报发现不太对劲，台湾的地位现在已经变了，在旗帜上的位置被加强了，但是在伙伴的位置上被无视了。联合报的社论写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指出台湾总在对抗中被提起，在对话时被忘记。其实这么写还是太客气了，真实的情况是台湾总在对抗中被当成棋子，在对话的时候被当成弃子。随着美国要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欧洲呢正在被逼着站队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正在逐渐变成美国的棋子，而中国大陆呢也会想办法加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以破坏美国的对华孤立战略。而美国因为对欧洲的掌控力度不够，退而求其次，想利用欧洲的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岌岌可危的霸权地位。现在只有台湾岛没有选边站的权利，往往会冲到美国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前沿，然后呢被挤到美中对话的边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彭贝格已经表示了施压乌克兰放弃领土的可能，暗示和平是可能的，只看乌克兰愿意在领土和主权上妥协多少，更不要说对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台湾岛了。而且北约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愿意不远万里跑到东亚来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对抗。法德军舰现身亚洲只不过是敷衍美国的一个表现，只要台海有事，美军自己都不大可能会出现在台湾的近海。对中国大陆来说，需要更关注台海问题的全球化和棋子化问题。美国在没有什么牌好打的情况下，自己反复打台湾牌，风险会越来越高，必然会把台海和平问题当成其对付中国的一张牌。这张牌的主要作用就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他不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现实，也不谈台独分子的挑衅，只强调要维护台海地区的所谓和平。欧洲国家可能不关心台独问题，但是台海和平问题必然会关系到全球的产业链。美国等于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中国大陆放在有可能会破坏台海和平的位置上，然后在一系列的国际多边机制上对中国大陆发声，甚至呢还把破坏台海和平说成是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其深层原因还是担心中国更加强大，必然会变着花样拿台湾问题，特别是台海和平问题来说事儿。只要中国大陆的绝对实力越强，台湾地区就会越来越棋子化。台湾地区的媒体已经发现台湾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也给大陆提了个醒，我们也有必要发声，证明中国大陆比任何国家都关心台海和平。我们追求的是两岸的和平统一，反对的只是少数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中国统一的必然性，而且两岸的统一不会一直等下去，只要中国大陆用发展的角度来解决台湾问题，就能让这颗美国的棋子变成真正的弃子。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